随着时间推移，紫菱脸上那忍痛的表情渐渐平复，就连气色也是变得红润起来，就像是某种力量正在滋润着她的身躯。就算卧龙武宗宗主不知道紫菱体内有血红古塔这件事，可看到紫菱这个反应，也是猜想到紫菱应该是苦尽甘来，因祸得福了。见紫菱好转，楚风悬着的心也便落下了，但他却忍不住将目光看向那仍陷入昏迷的宋允。宋允虽然命保住了，可情况仍然不太乐观，十分虚弱。宋允想要坑害紫菱这件事，自然让楚风愤怒，毕竟紫菱可是楚风心中极为重要之人。可楚风与宋允毕竟也是有着交情的，不管这丫头对其他人如何，对楚风的确是没得说。看到宋允此时的样子，楚风心中也是有些不舒服，甚至有点惭愧。毕竟某种意义来说，宋允会变成这样，也是因为紫菱。楚风哥哥，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是紫菱。楚风发现紫菱还是闭目修炼的模样，但暗中传音的确是紫菱发出。紫菱这样做，楚风也能理解。关于血红古塔，乃是楚轩辕交给紫菱的，楚轩辕曾交代这件事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所以紫菱只将此事告诉了楚风，哪怕卧龙武宗宗主也没有告诉，所以卧龙武宗宗主只以为紫菱是有疾病，并不知道她体内有血红古塔。当然紫菱不说，不是因为不信任卧龙武宗宗主，只是遵循楚轩辕的嘱咐。于是哪怕修炼已经结束，可他还是装作修炼，应该就是想趁此机会先与楚风交代关于血红古塔的事情。紫菱怎么样？楚风知道紫菱的意图，于是也是以暗中传音回问楚风哥哥，那血红古塔的第一道门打开了一道缝隙，我觉得其中必然有些说法，并且我也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若是我能够参悟，也许此门能够打开。虽然那位前辈没有再给予提示，但我能感觉到，若是此门打开，这古塔内的那位前辈不仅不会再为难我，应该还会给予我一些帮助，只是我暂时还无法悟透。紫菱说道，那等一下我看看能否帮到你。楚风说道，好，那我就先起来了。紫菱此话这句暗中传音说完，便睁开了眼眸，且站起身来。见紫菱起身，卧龙武宗宗主也是赶忙上前询问情况，而紫菱因为没有交代血红古塔的事，只能说病情得到了好转，并且的确因祸得福，说如今体内有股力量，若是能够善用，修为应该会有增进。当然他说的体内力量其实就是血红古塔，因为不方便明说，便只能简单概述。而卧龙武宗宗主似乎也不在意那力量到底是什么，毕竟他对于紫菱的病早有研究，因为他感应不到血红古塔的存在，所以他也是真的认为紫菱是有了某种特殊的疾病。在他看来，只要紫菱的病情能够稳定，就已是一件天大好事，若是能够因祸得福，那就更是意外之喜了。既然好了，那我们就回去吧。卧龙武宗宗主说道。只是他此话一出，紫菱原本满是喜悦的脸上却顿时喜悦减少大半。师尊，我能先不回卧龙武宗吗？紫菱还是说了出来，他的情绪变化就是因为不想回卧龙武宗，他还想跟着楚风，毕竟他如此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楚风啊。你是想跟着楚风吧？你不用问我，若是楚风愿意带着你，我没有意见。卧龙武宗宗主说话间看向楚风，听闻此话，紫菱脸上则立刻露出笑意。他以为楚风会答应他跟着自己，只是楚风接下来说的话却让紫菱有些失望。紫菱，你先跟着宗主大人回卧龙武宗吧。楚风说道。楚风哥哥，但是紫菱还不死心，还想要争取。可他话未说完，楚风又再度开口，紫菱听话。楚风并未解释太多，可偏偏只是这简单的4个字，便让紫菱也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其实也知道楚风必然是有危险的事情要去做，是不想让他掺和进来，是为他好，所以他也妥协了。那你处理完了事情一定要来找我。紫菱没有埋怨，但还是有些委屈。这还用说，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的，乖乖等我。楚风温柔地摸了摸紫菱的头发，看着紫菱这乖巧的模样，他其实也是有些心疼和自责。当初与紫菱可谓患难与共，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深厚，可后面陪伴紫菱的时间则是越来越少，哪怕如今再见，却也不能陪伴紫菱，这让楚风感觉愧对紫菱。只是他也没有办法，若能对朋友见死不救，那他也就不是楚风了。随后卧龙武宗宗主便宣布了一件事，他不仅要带紫菱回去，还要带着夭夭回去。对此楚风也表示赞成。楚风知道卧龙武宗的深不可测，当下最安全的地方非卧龙武宗莫属。夭夭又有些特殊，不过将夭夭带到卧龙武宗，楚风还是放心的。但紧接着卧龙武宗宗主又宣布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是对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说的。卧龙武宗宗主并没有再责罚她们姐妹，而是给她们姐妹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她们保护楚风，跟着楚风做事情，以后楚风去哪，她们便跟着去哪，直到楚风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为止。对于这件事，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自然是唯命是从，而楚风也是心生暖意。卧龙武宗宗主嘴上说不管自己，实际上却一直在帮自己。怨神婆婆有着9品5尊的修为，还拥有逆战1品的战力，这种实力已是能与阴刃大师抗衡。虽说圣光不与前辈，已是返回圣谷，想请圣主出山来对付阴刃大师与9魂圣族，可楚风也知道，就算请圣主出面，也是要等圣主出关以后，因为他们是不会去打扰圣主闭关修炼的。也就是说，要等圣主出山需要时间。但仙喵喵如今可是危在旦夕，楚风没时间等。若非要说卧龙武宗宗主愿意出手，那是最好的。可楚风觉得，当日面对阴刃大师的时候了，卧龙武宗宗主应该就在场，他那个时候没有出手，就说明他没有插手这些事情的打算。指望卧龙武宗宗主，这自然也就不现实。所以若是怨神婆婆愿意帮忙，那也是极好的。决定之后，他们便兵分4路，卧龙武宗宗主带着紫菱和夭夭回到卧龙武宗，
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还有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以及宋宇，则是继续与楚风同行。至于王玉贤等道海仙姑弟子，则是在道海仙姑的指引下，前往了一个地方去等待道海仙姑。而宋雪儿本是想跟着怨神婆婆他们，但怨神婆婆不让她同行，于是她也只好先回去。告别之前，楚风找到机会与紫菱单独接触，其实是想接触紫菱体内的血红古塔，看看能否帮紫菱找到打开第一道大门的方法。血红古塔第一层的大门的确有了缝隙，只是除此之外，楚风什么都看不出来，就连紫菱感受到的，他都感受不到。至此，楚风便明白这件事只能靠紫菱自己了。虽说很是不舍，可分离时刻还是到来。卧龙武宗宗主率先离开，夭夭虽然不舍楚风，可因为对紫菱印象不错，所以除了刚开始哭闹了一会后，后面倒也是乖乖的跟着他们了，并且还躺在紫菱怀中睡着了。给我抱抱这丫头。见夭夭睡着，卧龙武宗宗主将夭夭从紫菱怀中接了过去，抱着夭夭，看着她那干净的小脸以及可爱的模样，卧龙武宗宗主的眼中也是有着藏不住的喜爱。紫菱，你要加油了，夭夭这小丫头可不简单，也许以后会超越你。卧龙武宗宗主对紫菱说道：“师尊，你是想收夭夭为徒吗？”紫菱问道：“如此良才，若能归我卧龙武宗，自然最好，但我也会遵循他的想法。他还小，等他大一点再说吧。”卧龙武宗宗主说道：“师尊，楚风哥哥怕是有很危险的事情要做吧？”紫菱问道：“关于楚风要做的事，其实他并不知晓，但却很好奇。之前他离开卧龙武宗是救一个丫头，现在又要去救另外一个丫头，你这个楚风哥哥红颜知己可是不少呢，而且都是能够让他拼命的主。”卧龙武宗宗主提及此事，对楚风是有些埋怨的。师尊，您能否帮楚风哥哥？毕竟他也是卧龙武宗的人啊。紫菱说道：“那是他的私人恩怨，他的私人恩怨就应当由他自己解决。”卧龙武宗宗主说道。见其这样说，紫菱也是不好相劝。对于这位师尊的性格，他是了解的，对方认定的事，他劝也没用。紫菱，你记住，若要爱人，先要自爱。你与其一直考虑楚风，倒是不如多考虑考虑自己。楚风对你的感情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他身边优秀的女子太多了，而他自身的天赋其实也远非你可比。你若想与他始终恩爱如初，就需要与他保持势均力敌，绝对不能掉队。如若不然，你总有一日会失宠的。因为站在山峰顶端的人和站在山峰下面的人是无法平等对话的。卧龙武宗宗主说道：“多谢师尊，不过我相信楚风，就算我是站在山峰下面的人，我相信他也不会站在顶端俯视于我，而是会飞身而下与我面对交谈。”紫菱说这番话的时候，不仅面带笑意，眼中还有着绝对的自信，真是年轻。卧龙武宗宗主则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而另一边，王玉贤带着道海的师姐们先离开了，楚风与怨神婆婆等一众人还留在原地。楚风师弟，我之前不知道你与紫菱师妹的身份，多有得罪，还望见谅。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同时对楚风施以一礼：“两位前辈，还是叫我楚风吧。我虽是卧龙武宗弟子，但并不是宗主大人的闭门弟子。”楚风说道。若是最开始他们便称自己为师弟，楚风不是不能接受，可是因为之前的经历，楚风心中已经认定这两位为前辈，如今这样叫，楚风舒适不适应。行，便依你。楚风，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道海仙姑问道。他们现在就是楚风的护卫，楚风去哪他们跟着去哪，其实去哪里我也不确定，但是的确有一件事是当下急着要做的，不知道两位前辈与阴刃大师可认识否？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楚风不知道去哪里寻找阴刃大师，但是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身份超然，在九魂天河必然也是有着不少关系。楚风觉得也许他们有寻找阴刃大师的方法。阴刃加入九魂圣族的那个吧？怨神婆婆说道。对，就是他。楚风赶忙说道。何止认识？怨神婆婆此话意味深长，随后又问道：“难道你与这阴刃有过节吗？”的确有过节。见怨神婆婆认识，楚风也不再隐瞒，而是对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讲述了他与阴刃大师还有九魂圣族的恩怨。楚风见识过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对卧龙武宗宗主的忠诚了，所以哪怕怨神婆婆认识阴刃大师，楚风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如何。可楚风觉得，以怨神婆婆的性格，只要是她要对付阴刃大师，她看在卧龙武宗宗主的面子上，就一定会帮自己。也就是说，楚风小友现在要先找到阴刃。得知经过后，怨神婆婆问道：“是前辈知道去哪里最容易找到他吗？”楚风问道：“我倒是找不到他，但是有一个人应该能找到他。”怨神婆婆说道。前辈，谁能找到那阴刃？楚风问道。慧智。怨神婆婆说道。是慧智大师吗？楚风问道。对，正是他。怨神婆婆说道。而对于慧智大师，楚风不仅知晓，他还见过。说起来，那也是楚风第一次与道海仙姑等人打交道的时候才结识的慧智大师。慧智大师在九魂天河也是大名鼎鼎的存在，据说是与黑煞老魔齐名的界灵师。而当时的慧智大师也的确是给楚风留下了深不可测的强者形象。那前辈，您可知道哪里能找到慧智大师？楚风问道。当然，只是楚风，阴刃可不简单，就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对付得了他。你要对付他，为何不找我师尊出手？怨神婆婆问道。宗主大人不会管我的私人恩怨。楚风说道。这样啊，没事，师尊有交代，你的事便是我们姐妹的事，这件事我们帮你搞定。先前还说没有十足把握的怨神婆婆，在得知情况后，却又立刻改口，表示会帮楚风搞定。其实楚风也知道，对付阴刃大师是一件冒险的事，可是楚风确实没有办法，毕竟仙喵喵身在险境，而楚风也不知道阴刃大师最终的目的。若是能够早一点解救仙喵喵，楚风当然想尽快将仙喵喵救出来。有劳前辈了。楚风对怨神婆婆说道。楚风，和我就别客气了，本来就是
我们姐妹不对在先。说起来，还要感谢你给了我们姐妹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出发吧。要想见到隐忍，就要在绘制出关之前抵达，如若不然，可能就要错过与隐忍的见面了。怨神婆婆说道。决定之后，楚风一行人便立刻启程。而后经过交谈，楚风也是知道为何怨神婆婆知道在绘制大师那里有可能见到阴刃大师。原来阴刃大师曾找过怨神婆婆要合作一件事，但是怨神婆婆拒绝了。当她拒绝之后，阴刃大师必然就会去找绘制大师合作，因为若是怨神婆婆不帮他，整个九魂天河也就只有绘制大师能够帮到他。而绘制大师最近一直在闭关，但绘制大师这个人闭关有一个习惯，他闭关时间是固定的，时间到了，不管成功与否，他都会出山溜达一阵子。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绘制大师这个习惯，所以他们都知道绘制大师什么时候出关。而阴刃大师既然要找绘制大师帮忙，必然就会在绘制大师出关之前去守着绘制大师，如若不然，等绘制大师出关之后，就会离开自己修炼的地方，想要再找他便不好找了。那前辈，阴刃找您帮忙，具体是什么忙？楚风好奇地问道。阴刃虽然有九魂圣族做靠山，可是他之前在我眼中本来是一个小角色，但是那一日可能是想让我知道他有让我与他合作的资本，于是展露了龙变九重界灵师的实力。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小看他了，此人隐藏的竟如此之深，而他这种人轻易不会暴露的，既然暴露了，就说明他要做的事，并且当下就要做。只是至于他要做的事，并没有说，只是想找我联手，并且还承诺事成之后会给我凌驾于整个东域之上的身份。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小事，搞不好是要推翻九魂圣族。虽然我平日里也不将九魂圣族放在眼中，但是对于这种事我并不想参与，所以便拒绝了。哦对了，我拒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听阴刃说黑煞老魔已经与他联手了，而我很不喜欢黑煞老魔这个人，这也是我拒绝他的一个原因。怨神婆婆说道。黑煞老魔竟然与阴刃联手了。得知此事，楚风也是感到意外。黑煞老魔，楚风当然知道，毕竟他也是楚风的仇人。说起黑煞老魔这个人十分猖狂，并且也是实力雄厚，深不可测，如若不然也不会得到与绘制大师齐名的称号。楚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像黑煞老魔这种人物竟然会与阴刃大师联手。可当得知他们联手之后，楚风却更好奇这阴刃大师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了。说起来，在我拒绝后，那阴刃当时的眼中还闪过了一抹杀意，不过这也正常，这种人是不会希望秘密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我既然知道了他的秘密，又不想跟他合作，他想除掉我也是正常，只是最终他没有动手，想必也是没有把握能够胜过我吧，所以他只是嘱咐我此事不要告诉其他人，便离开了。怨神婆婆说道。想不到这阴刃竟有如此野心，若是这样的话，那九魂圣族很可能只是他的利用对象。听到怨神婆婆说的后，圣光白眉也是发出感叹。而楚风虽然也好奇阴刃大师的目的，但却也觉得关于阴刃大师的目的不是必须知道，因为楚风已将此人列入必死名单之中，不管他有何背景，有何身份，有何目的，楚风都会将此人除掉。就在几人赶路交谈之际，宋允突然发出一声轻哼，因为怨神婆婆一直将昏睡的宋允背在身后，所以宋允这声轻哼大家都是听得很清楚，只是那轻哼不仅声音很小，还十分痛苦，并且只是一声之后便没了动静。可正是那声轻哼之后，宋允的气息开始急速下降，那个样子随时可能死去。见状，怨神婆婆顿时慌了，赶忙又取出卧龙武宗宗主给她的丹药给宋允服下，与此同时布置阵法，开始为宋允疗伤。在丹药与阵法的加持下，宋允的情况倒是稳定住了。可楚风与道海仙姑却也都是眉头皱起。怨神婆婆不仅是九品武尊，她也是掌握了龙变九重的圣袍界灵师，她的结界之术远在楚风之上，连道海仙姑也不如她。可现在她虽是稳住了宋允的情况，可宋允的情况并不乐观，明显比先前更严重了。看怨神婆婆那急的已经眼含热泪的样子，她应该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而连她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楚风与道海仙姑也是无可奈何，这样下去恐怕宋允会死。楚风师弟，忽然怨神婆婆突然转身跪在了楚风面前，前辈，您这是干嘛？见状，楚风赶忙上前搀扶，可他却根本搀扶不起来。而眼下怨神婆婆的两行热泪已是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并且一边说话一边开始为楚风磕头。楚风师弟，我知道我和雨儿想要强行剥夺紫灵师妹体内魂力这件事让你记恨于心了，可那魂力也是真的对雨儿有着大用，如若不然，我也不会邀请图腾天河那些人来帮忙，来打开那妖王魂种。你要知道，图腾天河那些人可比东域的人危险多了，若是得罪了他们，我和雨儿其实也要踏上流浪之路了。可我还是这样做了，从此你也可以看出那魂力对雨儿有多重要。我不瞒你，我知道紫灵师妹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我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你会记恨于我们，我忌惮于你日后成长起来会成为大患，曾对你动过杀心。可雨儿知晓后却极力反对，哪怕他也知道你会记恨于他，甚至会报复于他，可他仍不允许我伤害你。我知道我说这些你未必会信，可雨儿真的很喜欢你，她特别在乎你，她不是正常的孩子，她体内蕴藏魔性，哪怕有时候我这个亲娘在她的身上都能感受到杀意。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如此善待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你。怨神婆婆这番话让楚风内心也是感到酸楚，他感觉怨神婆婆没有说谎，因为宋允对楚风的确很是不错，而且怨神婆婆说的也很有道理。其实那妖王魂种本就是怨神婆婆他们发现的，也是他们开启的，为了开启这妖王魂种，也的确得罪了图腾天河的人，
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站在他们的角度，不想将魂力分给紫菱也无可厚非，想要强行剥夺紫菱魂力，宋允有错，怨神婆婆也有错，这也是没得写。但宋允变成这个样子，因为紫菱却也是事实。若是能选，楚风更愿意用更妥善的方法解决此事，并不希望宋允因此而死。前辈，其实你们的苦衷我能理解，但事已至此，过去的事便不重要了。其实我也是一直将宋允当朋友看的，而紫菱也不记恨宋允，临走的时候还嘱咐我，若是能够帮到宋允，要我竭尽全力。所以现在还有什么方法能救他吗？若是可以救宋允，只要我能帮忙，我都愿意。楚风说道，有一个人能救雨儿，所以我希望我们先带雨儿去见那个人，然后再带你去找慧智大师。楚风师弟，你放心，时间上绝对是来得及的。怨神婆婆几乎是用祈求的态度来对楚风诉说此事的，而令楚风没想到的是，怨神婆婆跪地磕头的方式来祈求楚风，竟然就只是想要先去一个地方。好，既然有人能救他，那我们就先去找此人。于是楚风爽快地答应。楚风少侠，那阴刃想找他可不容易，慧智大师那里应该是少见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宋允这丫头非要一病，可以让到海仙姑带着她去。怨神婆婆与我们同行。圣光白眉对楚风劝道，其实他们大可以兵分两路，让怨神婆婆与到海仙姑先带着宋允去医治，而楚风与圣光白眉他们去找慧智大师。可圣光白眉也不傻，他考虑到他们的实力有限，若真的在慧智大师那里遇到了阴刃大师，那他们不仅无法救人，反而自己也会陷入险境，所以他才觉得怨神婆婆应该跟着他们。不行，我必须要去，他只认我，我若不去，你们也见不到他，就算见到了，你们可能也会有危险。楚风师弟，你相信我，我计算过时间，绝对来得及，绝对可以在慧智出关之前赶到慧智大师那里的。怨神婆婆再度对楚风祈求道，前辈您带路，我们先为宋允治病。楚风做出了决定，多谢楚风师弟，多谢楚风师弟。见楚风答应，怨神婆婆便赶忙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传送阵飞去。按照怨神婆婆的说法，是用另外一座传送阵到达那个地方的速度会更快。前辈，您要找的人是何人啊？途中楚风忍不住问道，因为刚刚怨神婆婆有提到，不仅见那个人很难，并且还有一定危险性。可他们这里明明有这么多高手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危险性的话，足以说明那位的实力是凌驾于道海仙姑与圣光白眉之上的，那至少也是9品5尊境或者龙变9重界灵师了。这种人物哪怕在九魂天河也必然是1等1的大人物，况且他还能够医治让怨神婆婆都无法医治的宋允。所以楚风想知道此人是谁。此人并非东域的人，并且很不好惹，但是若不主动招惹他的话，他也不会为难你们到时候跟着我，不要乱说话即可。怨神婆婆说道，你这样说老夫也是有些好奇了，此人究竟何人？圣光白眉问道，语气还有些不服。你们应该听过玉宗吧？怨神婆婆说道。玉宗。此话一出，楚风、圣光白眉、念天道人，就连到海仙姑也是神色一动。玉宗，他们当然知晓，玉宗便是那群身穿红袍，头戴白色斗笠，专门挑天赋极佳的孩子，在其体内种下可怕怪物的人。而种下可怕怪物之后，往往天才会变成傻子。其实宋允也曾遭受玉宗毒手，因为宋允体内也有那可怕的怪物，只是宋允可能因为体质特殊，也可能是怨神婆婆的手段，宋允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傻子，但却也是饱受侵害。玉宗，我们听闻过，前辈您要去见的该不会是玉宗的人吧？楚风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对，正是玉宗的人。怨神婆婆说道。玉宗的人，他能医治雨儿？不待楚风询问，到海仙姑便问出了自己的疑问，看他的表情就能看出，对于玉宗的人，就连到海仙姑也是十分忌惮。既然你们知道玉宗，便应该知道地狱使的所作所为了。他们的确丧尽天良，坑害了不少孩子，而雨儿体内的东西也是他种下的。但雨儿那次与其他孩子则有不同，狱宗的那位地狱使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告诉我雨儿的情况很特殊，这样下去性命难保，但是他能帮助雨儿延续生命。而当时雨儿情况的确很是不好，我也是无计可施，便答应了他。本来我也十分担心，可是当他将那东西种入雨儿体内后，雨儿的情况的确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可能因为雨儿特殊，更符合他们狱宗的要求。这些年他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说是雨儿若是病情恶化可以找他，他能帮助雨儿医治，所以我知道他现在何处。怨神婆婆说道。所以你真的要去找狱宗的人？圣光白眉问道。此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不服，甚至表现出了惧怕。我也不想与他们打交道，只是现在的情况只有他能救治雨儿了。怨神婆婆说道。不行，狱宗的人太危险了，要去你自己去吧。圣光白眉连连摇头，说话间还看向楚风。楚风少侠，我们不能与他一同过去。其实狱宗的人只对天赋异禀的孩子感兴趣，过了那个年纪他们便没兴趣了。只要不乱说话，他也不会伤害我们。毕竟狱宗若真是滥杀无辜的话，整个东域早就生灵涂炭了。当然若是你们觉得不妥，也可以找个地方等我，我先自己带着雨儿去。怨神婆婆说道。我倒是想见见狱宗的人，前辈我随您同行。楚风说道。罢了罢了，既然楚风少侠要去，那就一起去吧。我就不信在东域还能让一个外人把我们怎么着了。见楚风要去，圣光白眉也是立刻改口。其实楚风看得出来，圣光白眉是忌惮狱宗的人的，所以后面楚风也曾劝他们不用同行，但圣光白眉却十分倔强，非要同行不可。而楚风也知道圣光白眉其实是不放心自己，就比如现在他本可以回到圣谷，可非要跟着楚风，其实也是不放心楚风，因为他并不太信任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所以才跟着楚风，为的是保护楚风。哪怕明知道
不是怨神婆婆的对手，她还是要跟着楚风。虽说圣光白眉最初带给楚风的印象非常之差，自负、凶狠、霸道，是典型的高高在上，将他人生命视为草芥的类型。可经过接触，楚风对这个人的印象不仅改观，如今还非常欣赏此人。先不说他忠于圣谷，对朋友也十分够义气，只是这份义气便让楚风欣赏。他可能不是合格的强者，但作为朋友，他绝对合格。其实狱宗地狱使的行踪是飘忽不定的，毕竟他们要一直寻找天赋异禀的孩子，然后再在那些孩子体内种下神秘的怪物。但是这位地狱使的确一直在与怨神婆婆保持联系，所以怨神婆婆知道他的位置。他现在在九魂天河的一个凡界之中，而经过远古传送阵的传送，楚风等人也是距离那凡界越来越近。可是就在即将到达出口的时候，传送阵的前方却忽然出现了一道极为强大的结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好强的结界，这难道是神袍界灵师的手笔？看着那拦路的结界，念天道人也是忍不住发出惊叹。而与此同时，楚风等人也都在观察着这道结界，而越是观察，眉头皱得越深，因为这道结界太过强悍，的确是超越圣袍界灵师的手段，除非半神境强者或者神袍界灵师，否则恐怕无法破解这结界。而就在楚风等人无计可施之际，怨神婆婆则是取出了一张黑色的符纸，她将那符纸握于掌心，随后捏动法诀，符纸立刻化作力量，与那结界相融。相融之后，一道结界门便在那结界之中浮现，而楚风等人也是得以顺利前行。姐姐，这是那狱宗的人给你的。道海仙姑对怨神婆婆问道，她怕我来找她，却见不到她，所以提前将此物交给了我。怨神婆婆点了点头。而就在此时，楚风等人已是来到了那传送阵的出口，且没了结界阻拦之后，也是顺利走出了传送隧道。只是当从传送阵走出，重新见到外面的世界后，楚风等人却都是愣住了。短暂的愣神之后，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震惊，因为从传送阵走出之后，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刚刚在传送阵内拦截他们的结界。只是眼下这结界覆盖整片天空，一眼望去无边无际。他们都是界灵师，只看一眼便分辨出了眼下的情况。那结界不仅仅是封锁了远古传送阵，也不仅仅是封锁了一片天地，而应该是将这整个凡界都封锁了起来。姐姐，你可知道那位狱宗的地狱使在这里究竟在做什么？道海仙姑问道。因为他发现那结界不仅仅是封锁了这个凡界这么简单，那结界的结构非同寻常，那并非是对外的防御，而是对内的防御。它更像是一个牢笼。所谓牢笼，自然是用来囚禁东西用的，而将整个凡界变成牢笼，又是以如此厉害的手段，那么此处囚禁的将是何物？他们要做的事，我们管不着，先不要操心这些事了。怨神婆婆这番话其实有着几分警示的意思，就是不要管狱宗的人做什么，只要宋雨能得救就行。毕竟无论狱宗的地狱使做什么，他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插手。怨神婆婆说话间，又取出一道符纸，符纸捏碎，一股力量横扫开来，那是一种联系手段。怨神婆婆是在给狱宗那位地狱使信号。接下来，楚风等人只需在此等待便好。大概过了2个时辰，来了吗？忽然，楚风抬头看向南方，可是他这一抬头却是目露一色。楚风师弟，怎么了？怨神婆婆察觉到异样，不由问道。我感觉好像有人看我们，可能是我的错觉吧。楚风摇了摇头，对于无法确定的事，他也不会给予肯定的猜测。是狱宗的人来了吗？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听到楚风这样说，圣光白眉也开口了，他还故意说得很大声。圣光白眉就是如此，是一个典型嘴硬之人，哪怕他明明很怕狱宗的人，可也会表现得十分强势。见圣光白眉这种口吻，怨神婆婆忍不住瞪了他一眼。怨神婆婆可是很不想得罪狱宗的人的，不过好在她此话说出，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接下来楚风等人便继续等待，但楚风还会时不时地感觉到那道目光，只是每当楚风顺着目光的方向看去，那目光都会消失。刚开始楚风还觉得可能是错觉，但是后面楚风几乎确定就是有人在看着自己。楚风觉得很有可能是狱宗的人，只是楚风不知道为何狱宗的人来了却迟迟不肯现身。直到怨神婆婆传递出那个信号的时间过去了第3个时辰之后，自北方传来一阵飓风，那飓风遮天蔽日，实际上是一物引起，是一只巨大的蝙蝠妖兽。蝙蝠妖兽修为在5尊初期，但身体较大，臂展张开足有3万米，正是这样巨大的翅膀扇动，才引起了飓风在天地肆虐。而这蝙蝠妖兽更是直奔楚风等人而来。怨神婆婆在吗？蝙蝠妖兽并不认识怨神婆婆，但他却知道这些人中有怨神婆婆。我是，请问那位大人在吗？其实蝙蝠妖兽在怨神婆婆眼中不过是小角色罢了，但因为怨神婆婆知道这蝙蝠妖兽与地狱使有关，于是对他也是十分客气。你们都到我身上来吧。反倒是那蝙蝠妖兽语气有些冷漠，并没有尊敬之意，但楚风等人也并未责怪，而是按照他的吩咐，纷纷御空而起，来到了他的背上。我见大人有急事，不如你来指路，我来前行吧。怨神婆婆此意自然是嫌这妖兽太慢，毕竟她可是来救人的，自然越快见到地狱使越好。可怨神婆婆此话一出，却换来了那蝙蝠妖兽的轻蔑一笑。忽然，蝙蝠妖兽身上闪烁出道道蓝光，定睛一看，每一道蓝光都是一道蓝色的符咒，符咒浮现，蝙蝠妖兽翅膀再度扇动，其速度变得极快。楚风等人都跟着怨神婆婆赶路而来，所以他们清楚，此时这蝙蝠妖兽的速度竟比怨神婆婆还要快。可他明明修为只是5尊初期啊！这一切必然都是那蓝色符咒的原因，那是一种阵法，很特殊的阵法，而正是这阵法给予了这只妖兽本不该属于它的速度，而这多半
也是狱宗地狱使的手段。楚风一直盯着这阵法，本想窥探些什么，可虽然什么都没有窥探出，可内心却是更为震撼。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与真正强者的差距还在，可在如此速度赶路之下，楚风却也会时不时的回头。他感觉到那一直暗中看着他的目光还在如此速度下，竟然还能够跟得过来，可想而知，那目光的主人必然也是非同小可。而在蝙蝠妖兽的带路下，楚风等人来到了一座通天阵法之前。之所以是通天阵法，因为那阵法自大地而起，贯穿虚空，直到链接封锁天际的结界处。这阵法通体黑色，余波散开，如乌云一般遮天蔽日，使得这方天地看上去十分压抑，且有着几分阴森之感。眼下这座阵法正在运转，催动阵法的人正是一个头戴白色斗笠、身穿红色长袍的人。那红色长袍上面还以黑色字体写着“地狱使”3个字。虽然看不到容貌，但只看这穿着，楚风等人就都知道了他的身份。大人，您让奴才接的人。奴才接到了。靠近之后，蝙蝠妖兽便立刻幻化成人形，且对那位地狱使施以跪拜大礼。那殷勤的态度与对待楚风等人简直天壤之别。不过这也正常，地狱使没有展露修为，哪怕催动阵法，也没有展露出结界之力的水平，可他身上却有着极为强大的气场。只看他站在那里，便知道他是一位顶尖强者。地狱使转过身来，那斗笠遮盖住了容颜，所以依旧看不到他的长相。只是他的手掌却是有些苍白，如尸体一般，并且灰色的指甲也很长。只看这只手，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具尸变的僵尸，而并非人类的感觉。地狱使挥了挥手，那蝙蝠妖兽便起身退下了。大人，求您救救允儿吧。此时怨神婆婆也是抱着宋允迎上前去，且靠近之后也是跪在了地上。宋允这样子是负伤了呀。那地狱使开口了，沙哑的声音有些诡异。大人，您能救允儿吗？怨神婆婆问道。这个情况只能再在她的身体里种一个了，但很少有人能承受2个，若她无法承受，可是会死的。所以这件事你来决断。地狱使说道。大人，还有别的方法吗？怨神婆婆问道。没有，这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你需要尽快做决定。宋允情况正在恶化，拖得越久，成功的几率越小。地狱使说道。那就依大人，请大人务必医治我的允儿。怨神婆婆做出了决定。既然如此，那我可就动手了。地狱使说话间，便自怀中取出一物。此物出现，楚风等人只看一眼，便感觉不寒而栗。他手中之物只有鸡蛋大小，可那竟然是一个婴儿胚胎。只是这婴儿胚胎却极为诡异，浑身漆黑，但肌肤表面却有着如结界符咒一般的红色印记。漆黑的肌肤应该是本来的样貌，而那红色的印记应该是人为的手段。眼下红色印记上面还会散发着红色气焰，使得本就恐怖的婴儿胚胎看上去更为诡异，一看上去如鬼婴一般。这就是那怪物。楚风看着眼前之物，心生不安。毕竟这就是让无数天才孩童变成傻子的罪魁祸首。而且楚风觉得狱宗将这样的东西放入天赋绝佳的孩子体内，必然是有着他们的目的。那目的很可能就是用天才的身体来孕育这可怕的怪物。若是可以选，楚风根本不愿意让这样的东西进入宋云体内，可现在他也是没得选，于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狱宗地狱使拿出匕首状的法器，在宋允的额头上开了一个洞，随后将那诡异的婴儿胚胎放入了宋允的脑袋里面。放入之后，狱宗地狱使手掌一抹，伤口消失，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可是很快，久久没了声音的宋允发出一阵低吟，那声音很痛苦，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紧接着，宋允的身躯开始剧烈抽搐。忽然，宋允睁开眼眸，仰天长啸。与此同时，他的双眼竟变得血红，有4道血红的光束自他双眼直冲天际。大人，这是怎么了？怨神婆婆赶忙上前询问。这个状况，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很是不妙。育婴也是生命，这一点你是知道的。现在2个不同的生命体要同时占据一个肉身，相互排斥乃是正常的，这是宋允必须要经历的一道坎。若是挺不过去，他就会死；但若是能够挺过去，他的病便会得到极大的缓解，会比之前更健康。狱宗地狱使说道。那大人，之前可有人经历过允儿眼下所经历的？怨神婆婆这样问，其实是想问成功的几率大不大。你也是戒灵师，你应该清楚宋允的情况其实已是必死无疑，如若不然，你也不会找到我。我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博取一线生机。所以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狱宗为造福武者，创造出更优秀的天才，曾做过一次大型的试炼。那一次试炼，我狱宗自浩瀚修武界找来了1万个孩子，1万个孩子同时种入了2个育婴。只是那一次而言，但最终成功的只有3个。狱宗地狱使说道。只有3个？那其他的呢？都死了吗？怨神婆婆问道。1个育婴承受不住，可能会疯癫，但2个育婴承受不住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狱宗的狱使给出了他的回答。听闻此话，再看着那饱受痛苦、生命特征极其不稳定的宋允，怨神婆婆不仅双眼红润，身体都开始发抖，并且我可以告诉你，育婴种入的最佳时机是10岁以内的孩子，年龄越小越好，10岁以后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而宋允这个年纪早就超过合理范围，所以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狱宗地狱使又补充道。这句话无疑是给本就快要崩溃的怨神婆婆又补了一刀。大人，你为何不早说呢？怨神婆婆哪怕很是惧怕这位狱宗地狱使，可现在却也露出了责怪的表情。我说了，宋允的情况必死无疑，若是不是，他只有一死。可你若试一下，起码还有一线生机。狱宗地狱使说道。你们将那育婴放入那些孩子身体，到底有何目的？是为了孕育那育婴吗？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是楚风。楚风实在忍不住了，
他想知道这些人真正的目的。孕育玉婴，孩子，你太小看我玉宗了。我玉宗的目的是造福天下人。玉宗帝御史说道：造福天下人，未经他人允许，便将此物放入他人孩子的体内。若是成功倒也罢了，若是失败，轻者变成疯子，重者应该会直接死去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造福天下人。你们可考虑过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是何心情？楚风再度问道。他的情绪并未激动，语气也算平和，可任凭是谁也都能够听出楚风对玉宗的不满。楚风，别说了。此时一道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不仅念天道人、道海仙姑以及怨神婆婆在暗中相劝，就连圣光白眉和雨莎也在劝楚风。他们都看出来这玉宗地狱使不好惹，生怕楚风激怒了对方。但令人意外的是，玉宗地狱使并未生气，这就是平庸之人的平庸想法。孩子，你记住，这浩瀚修武界若想变得更好，就必然要有所牺牲，这是蜕变的必经之路。玉宗地狱使说道，他义正言辞，宛如他在做极对的事，没有一丝悔过之意。这样说来，你玉宗倒是成了无私奉献的善人了。楚风的话语暗藏讥讽，可那狱宗地狱使仍不生气，反而发出一声轻笑，这才说道：“你可以这样说。”而就在这时，宋允的惨叫不仅变得更为惨烈，身体不由自主地漂浮而起。很快，那从其双眼射出的4道血红光束开始渐渐融合，在4道目光融合之际，宋允的皮肤之上竟也出现了红色的印记，那印记越来越明显，竟和玉英身上的印记一模一样。这我该不会如此走运吧？而见此一幕，狱宗的御史却是变得兴奋起来。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怨神婆婆赶忙问道。怨神婆婆，祈求上天眷顾吧。我若没有猜错，此乃玉婴相容，是指存在于传说中的事。若真的能相容成功，宋允前途不可限量，不可限量啊！此时，这狱宗地狱使的语气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大人，玉婴相容是一件好事。怨神婆婆还是问道。当然，若真是玉婴相容，她的命不仅能够保住，日后的前途更是不可限量。之前我狱宗10000名孩子做试炼，为的就是能够实现传说中的玉婴相容，只是哪成想能够同时承受2个玉婴，都是如此之难，玉婴相容更是不用指望了。狱宗这位地狱使绝对是高兴了，更是详细的讲述起了这玉婴相容。按照他的说法，玉婴放入具有天赋的孩子体内，是为了增强孩子的天赋，让孩子能够与玉婴一同成长，最终借助玉婴的力量变得更强。1个玉婴都已足够厉害，若是能够承受2个玉婴，那就更加厉害的。可以理解为，就像楚风一样，同时拥有天级血脉与天赐神体2种力量一样，那在修为的造诣上，自然也就高人一等。而玉婴相容，就等于是让玉婴得到蜕变。狱宗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孩子，而按照狱宗的传说，若是有人能够玉婴相容，只要顺利成长，日后是必然可以成长为整个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存在，不说是最强，但绝对是最强之一。终于，宋云眼中并射出的4道光束彻底相融，融合成了2道，但紧接着那光束便消失，其身上的纹路也随之消失，而他漂浮在半空的身躯更是开始坠落。见状，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都想去接，可不待他们出手，那狱宗地狱使便手掌一挥，直接将宋宇召唤到了他的身边。他在认真观察，只是看他那疑惑的样子，也是观察不出什么。与此同时，楚风也在观察宋云，此时仍陷入昏迷，但生命状态已经渐渐平稳。看这个样子，他已无生命危险，彻底恢复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也是看不出其他任何东西。大人，那您看，允儿她到底是不是玉婴相容？怨神婆婆也早就来到宋允身旁，看到宋允生命平稳，她十分高兴，但同时也有些期待。她本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宋允能够保命即可，可现在来看，若真是玉婴相容，那宋允的未来还真就一片光明了。为父母者，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前途无量？怨神婆婆也不例外。玉婴相容的特征之一就是身体浮现出玉婴的纹路，还有就是你看宋允眼中并射出的光束，那其实是玉婴的目光，4道目光合为2道，也是玉婴相容的特征之一。宋允的刚刚的特征基本符合玉冰相容，但我也无法确定，我需要将他带回狱宗，由大人们来确认。狱宗地狱使说道。去狱宗吗？那大人，我能否同去？怨神婆婆问道。怨神婆婆，你放心好了，我一直与你保持联系，就是看好宋允。今日若不是我，他也是性命不保。他跟着我，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而且我狱宗也相对自由，你留下一个可以找到你的地方，我日后会带着宋允回去看你的。狱宗地狱使这番话，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狱宗会重点栽培宋允，但显然怨神婆婆不能与他们同行。大人，真的不行吗？我知道我实力有限，不配进入狱宗，但只要能够陪着允儿，哪怕是非狱宗之人的身份，我也愿意。怨神婆婆的意思很明显了，为了陪着宋允，她愿意屈身。可狱宗地狱使却摇了摇头，规矩不是我定的，我也没有那个权利。你若真跟我去了，若是其他人不同意，你会有危险的，你懂我意思吧？狱宗地狱使问道。我懂。那大人，允儿就交给您了。她这丫头，你也清楚，她体内有魔性，和平常孩子不一样，若是有得罪大人的地方，还请大人多担待。怨神婆婆说道。她其实很不舍，可是她没有办法，而且在她看来，狱宗如此强大，若是宋允真的能够成为狱宗一份子，那还真是不可限量。楚风少侠，情况不妙啊！宋允这小丫头竟得到狱宗赏识，而那什么玉婴相容，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她若是成长起来，日后会不会报复你卧龙武宗？毕竟你的那位宗主可是差点要了宋允的命。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乃是圣光白眉。而其实这也是楚风担心的事。卧龙武宗神秘莫测，实力很强，但若是相比于这狱宗，楚风心中真是没底。
若宋允借助狱宗力量报复卧龙武宗，那可就不妙了。前辈，我有些话想与宋允说，但宋允昏迷，无法与其交谈，能否让我给他留下一道神识信函？楚风对怨神婆婆说道：“大人，这位小友与雨儿关系极好，能否让他给雨儿留下一道神识信函？”怨神婆婆对狱宗地狱使问道：“她虽是宋允母亲，可她很清楚，现在关于宋允可不是她说的算了。当然可以，你也可以留。”狱宗的狱使说话间，便走向了那座通天大阵，并且取出一物，那是一个坛子，坛子上面布满结界。坛子取出，捏动法诀，那磅礴的阵法便开始向坛子内涌去。看来他是要收起此处的牢笼大阵，是准备尽快带着宋允离开了。虽然捕捉的东西没有捕捉到，不过倘若宋允真是玉婴相容，那我可也算是得到上天眷顾了。他一边收起那牢笼大阵，一边还喃喃自语。至于楚风，则是与道海仙姑分别留下了一道神识信函，在宋允的脑袋里。待宋允苏醒，就会看到和信函，因为神识信函的特殊性，所以他也能够确定这就是楚风与他母亲留下的。怨神婆婆留下的信函是什么内容，楚风不知道，但楚风留下的信函内容，首先是向宋允道歉，道歉没能保护他，但其实真正的内容是劝宋允不要难为子陵，也不要难为卧龙武宗宗主。楚风希望这件事能够过去。转眼间，那覆盖整个世界的磅礴阵法已是进入那坛子之中。大人，您想捕捉的是何物？你告诉我，也许我能帮您。怨神婆婆走上前去询问道。她其实是想与这位狱宗地狱使搞好关系，毕竟她的宝贝女儿都要被人家带走了，未来能否再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搞不好还真就要看这位地狱使的意思。怨神婆婆好意心领了，但你想一想，连我都无法捕捉的东西，你能够捕捉到吗？不过无碍，宋允比他可有价值多了，有了宋允，他也就无足轻重了。狱宗地狱使笑着说道。可忽然，那收走阵法的坛子剧烈震颤起来，紧接着坛子上的符咒也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很快，那坛子竟释放出一缕气焰，指向了楚风，竟然得到了圣坛的指引。今日还真是双喜临门啊！此时，狱宗地狱使看向楚风，并且发出阵阵激动的笑声。可是这一刻，楚风与圣光白眉等人却是暗叫不好。虽然看不到地狱使的容貌，可他们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目光，那锁定在楚风身上的目光充满贪婪。大人，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眼见形势不对，怨神婆婆赶忙拦在了狱宗地狱使身前，表面是询问情况，实际上却是为了阻拦狱宗地狱使。毕竟他也看得出来，这位狱宗地狱使好像是要对楚风不利。此物为我狱宗圣坛，我狱宗寻找可种育婴者，一般按照孩子天赋来判断，这个由我等地狱使自行定夺即可。所以有的孩子能够承受育婴，有的则根本无法承受。可倘若圣坛给予指引，那么此子不仅绝对能够承受育婴，他的身体更是能够与育婴完美契合。当年那场试炼，万名孩子只有3个孩子承受住了2个育婴的力量，可那3个孩子中，其中2个孩子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只有1个孩子极为轻松，而那个孩子就是受圣坛指引而寻来的孩子。可哪怕圣坛指引，正常来说只会发生在10岁以下的孩子身上，这样一个小辈在这个年纪居然还能够得到圣坛指引，简直闻所未闻。想必他的身体将与我狱宗的育婴极为契合。怨神婆婆，我可真是要感谢你啊，竟然给我带来了这样一个好苗子。狱宗地狱使的话语之中也是充满了贪婪。大人，您不是说超过10岁的孩子很难承受育婴吗？楚风虽还是小辈，可他也不是10岁的孩子啊。怨神婆婆说道。怨神婆婆，我与你的关系也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正常而言，10岁以上的孩子的确无法承受育婴的力量，非死即残。但是他不一样，他是得到圣坛指引的人，我相信圣坛指引不会错，他必然能够承受育婴的力量。狱宗地狱使对楚风说道。楚风少侠，快走！此时圣光白眉的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至于道海仙姑和怨神婆婆，更是连劝都没劝，他们是觉得在狱宗这位地狱使面前逃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怨神婆婆跪了下来。大人，他乃是我师弟，今日是我非要带他同来的，大人您还是放过他吧。怨神婆婆卑微的祈求道。怨神婆婆，你这是干嘛？他得到我狱宗的圣坛指引，说明他与我狱宗有缘，这乃是好事啊。狱宗地狱使此话说完，便身形一晃，便直接来到了楚风身前。当看到狱宗地狱使出现的那一刻，圣光白眉更是提升修为，想要强行动手来阻拦狱宗地狱使。可是谁曾想，他修为刚刚提升，便动弹不得了。不仅是他，楚风也同样是动弹不得。实际上，在场之中，除了狱宗地狱使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无法动弹。那是超越5尊境的力量，覆盖了这片天地。在这股力量面前，不仅是楚风，哪怕是怨神婆婆，也是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这便是半神的力量。孩子，忍一下，若能承受，对你有益。狱宗地狱使说话间，又将那类似匕首一样的法器拿了出来。可就在此时，一阵刺耳的叫声自楚风身后响起，顺势观望，磅礴的黑色气焰直奔狱宗地狱使冲击而来。那黑色气焰威力不俗，竟将狱宗地狱使击退开来。可就是这样凶狠的力量自楚风身旁掠过，楚风却是安然无恙，并且那黑色气焰还在楚风身旁停了下来。此时黑色气焰将楚风团团围住，不过那黑色气焰开始凝聚，很快它便形成了一道身影。是你！看着这道身影，楚风心中一惊。不仅是他，怨神婆婆、道海仙姑以及念天道人、圣光白眉同样是大为吃惊，因为这黑焰所化乃是一个小女孩，看她的年龄大概只有12岁左右，严格来说她还算不上是少女，还是个孩子，可却已经出落得很是水灵。她的美貌已是尽显，她的肌肤白皙而又稚嫩，
就好像水嫩的豆腐一样，让人都不敢去碰，怕是轻轻一碰就会伤到她。而这小女孩的五官也皆是非常的精致，尤其是那一双大眼睛，非常的漂亮，那目光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粹，当真是天真无邪，不染一丝尘埃。可就是看着如此纯洁的小女孩，当看到她身上缠绕的黑色气焰之后，便没有人敢小看于她。那气焰散发着极为可怕的气息，宛如来自地狱一般，只是感受到这气息便令人毛骨悚然。而这个小女孩楚风见过，那还是在大千上界的时候，当时大千上界出现了一个魔物，那魔物滥杀无辜，楚氏天族一直追杀于他。楚风曾同去追查，便遇到了这个小女孩，可这小女孩实力滔天，楚氏天族根本不是对手。当时的楚氏天族包括楚风本该全军覆没，但当时在那生死之际，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当楚风靠近小女孩之后，她就像是唤醒了良知一般，不仅没有伤害楚风，反而直接离开了。自那之后，大千上界便没了那小女孩的消息，楚风也再也没有见过她。不曾想竟在此处遇见了。难道说忽然间楚风想明白了一些事？他们刚刚来到这里没过多久，楚风就感觉有人暗中观察他，本来他以为是狱宗的人，现在来看应该就是这个小女孩了，并且狱宗地狱使以结界为牢笼，封锁整个世界，是为了捕捉遗物。楚风觉得他要捕捉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小女孩。不是吧，不是吧，居然连你也跑出来了，我的天啊，今日还真是得到了上天眷顾，原来不是双喜临门，而是三喜临门。就在此时，狱宗地狱使发出一阵狂笑，他的笑声已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这小女孩就是他要捕捉的存在。但很快他又将目光看向这缠绕着黑色气焰的女孩。不过你躲了那么久都不肯出来，怎么现在出来了？你们该不会认识吧？话到此处，他又将目光看向了楚风，而对于此话，小女孩则是没有任何回答。可是她的双眼却开始变化，本极为干净的眼眸开始涌入黑色气焰，并且很快她的眼眸便化作漆黑之色。与此同时，她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了那阴森而充斥邪恶的气息。猛然间，磅礴的黑色气焰也是自体内喷涌而出，阵阵轰鸣不断自远方炸响。当楚风反应过来之际，小女孩与狱宗地狱使都已不在视线之内。可是在远处，也就是那轰鸣传来的方向，磅礴的武力以及滔天的黑色气焰却已是直冲天际。是小女孩，她没有过多废话，而是直接对狱宗地狱使出手了。大地开始碎了，山峰开始崩塌，远处的森林更是成片的倒下。一眼望去，这景象覆盖视线所及的任何地方，浓烟冲天起，宛如末日降临。继续下去，仿佛整个世界都会崩塌瓦解，一切只因远处滔天的黑色气焰以及汹涌的武力，两种力量不断交织，造成了极强的破坏。若有不是交手之人有意控制，恐怕只是余波都会将楚风等人覆灭。那是超越5尊境的力量，具体在何境界，楚风等人也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必然是半神境的力量，是可以轻易便抹杀楚风等人的力量。此一时，不仅是楚风这个小辈，就连叱咤风云、纵横天河的圣光白眉以及怨神婆婆等人，同样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武者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面对弱于自己者，你可能是掌握生死的神；可面对强于自己者，同样会沦落为被他人掌控生死的蝼蚁。楚风，那个小女孩，你认识？趁此期间，怨神婆婆对楚风询问，脸上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容。不仅是她，在场的人都很好奇，因为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那小女孩就是狱宗地狱使要抓捕之物，而她应该躲了很久了。这个时候出现，正是为了救楚风。可那样可怕的怪物，楚风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其实他们是想通过楚风来更了解那小女孩，毕竟那小女孩所散发的气息太过可怕了一些。就算她是妖物，但也绝非寻常妖物。的确见过，但只有一面之缘，并且没什么交集。我也不知道她为何救我。楚风同样充满不解，在何处见过？你可知道她是何物？她应该不是人类吧？怨神婆婆继续问道。是在祖武天河的时候见过，至于她是不是人类，我也无法确定。不过她对我似乎一直很友善。楚风还记得上一次见到她，她也展现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和杀意。正是楚风让她收敛且离开了。哎呀，先别管她了，趁着她牵制住了那狱宗地狱使，咱们赶紧离开这里。询问无果，圣光白眉也是忍不住开口，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毕竟那边胜负难料。若是那小女孩能胜倒也罢了，若是她输了呢？楚风，你们先走吧，我回头想办法联系你们。怨神婆婆对楚风说道。她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宋允的归处乃是狱宗，她不敢得罪这位地狱使前辈。那您多保重。楚风能够理解怨神婆婆，于是说完此话，便看向了圣光白眉。圣光白眉明白楚风的意思，于是也不废话，带着楚风还有念天道人便御空而起。而道海仙姑也是紧随其后一同动身。她牢记卧龙5宗宗主交给她的任务，所以她并没有选择与怨神婆婆一同留下，而是选择跟着楚风一同离开。只是楚风离开的途中，仍是不时回头观望，眼中神色略显复杂。狱宗的狱使与那小女孩的交锋太过利奥的，哪怕圣光白眉速度如此之快，无数风景已消失视线之中，可那滔天的气焰以及汹涌的武力仍是清晰可见。恐怕身处于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够看到这个壮观景象。不因别的，只因那力量已是贯穿天际，覆盖面积实在太广。这就是半神的力量。想不到在东域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他娘的，这感觉可真不好。每次感受到这种力量，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废物。圣光白眉一边全力逃脱，一边骂骂咧咧，但其实这也彰显了他的恐惧，同时也在惊叹于半神的强横。其实不只是他，道海仙姑与念天道人也同样如此。但楚风心中可不仅是惊叹，
他心中更多的乃是过意不去。虽然那小女孩楚风不熟，可那小女孩是为了保护楚风才跑出来的。如今楚风等人选择逃脱，将那小女孩丢下，楚风心中自然过意不去。虽然他知道他无力改变格局是事实，就算留下也是无用，可仍是无法避免心中这种惭愧。可忽然，天地仿佛静止，一切都不动了。准确的来说，是快速前行的圣光白眉突然不动了，有一股力量束缚住了他。你们这是要去哪啊？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也是出现在了他们的前方。顺身观望，楚风等人皆是暗叹不好，拦路的正是那狱宗地狱使，并且狱宗地狱使的肩膀上还扛着那个小女孩。只是此时小女孩已经陷入昏迷，并且嘴角带血，显然战局已定。小女孩虽具备逆天实力，但并不是这位狱宗地狱使的对手。看到这一幕，楚风心中更是有愧了。小女孩应该早就知道不是这狱宗地狱使的对手，所以才一直躲藏。原本那封锁天地的大阵已经收起，他本可以安然离开了，是因为楚风他才暴露自己，却最终被捕的。你想做什么我都接受，能否放了他？楚风对狱宗地狱使说道。孩子，这种事可不是你说了算，况且无论是你还是他有机会进入狱宗，这都不是一件坏事。日后你们会明白，也会感谢我的。狱宗地狱使再次手持匕首一样的法器向楚风走来。在下圣古圣光白眉，楚风小友乃我圣古恩人，你若敢对他不利，我圣主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眼见不妙，圣光白眉出言威胁，可狱宗地狱使就像是听不到他说话一样，从他身旁走了过去，来到楚风身前后，便手握法器，直接对着楚风的额头呲了下去。这一次没有人再出面解救楚风，楚风只能任由一切的发生。楚风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额头被洞穿，但因为那法器特殊，他竟感受不到丝毫疼痛。紧接着，那狱宗地狱使又取出玉婴，放入了楚风的脑袋里，但实际上放入的可不是肉身，而是灵魂的大脑之中。起初，楚风感觉到一股诡异的力量自玉婴体内释放，那感觉就像是要侵占楚风全部的灵魂。但很快，那股力量就开始收缩，没过多久便彻底收缩回去。除此之外，便没有了其他反应。而与此同时，狱宗地狱使已是抹平了楚风的伤口，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可能也是怕楚风出现反噬，所以楚风能感觉到，他也是有些担心楚风。